灵魂的契合非常重要啊！你选18岁的你不会幸福的。生孩子的乐趣，养大了孩子的乐趣远远超过挣钱，明白吧？悟透你是 NPC 是你成圣的第一步。关于男人的问题，大老王您好啊，您是我现在 No.1 的 YouTuber 啊，这个真心话大冒险环节啊进入了啊，特别喜欢听您说话啊，原因总结3个字：真稳高，一真，不愧是内容啊，不仅是内容，自身能量这么真的人世界上不多，谢谢啊，我同意啊。2稳，老王不愧是社会修炼多年的老司机，高技术开车不翻车，是语言表达艺术家。建议开班培训一下从海外长大并想回国发展的华人啊，礼貌、说话、礼仪、脑回路方面的短板，导致我回国发展做生意受到了局限。3，这个很难，这个啊。3高，只是老王的认知啊。括弧您一定是开了天眼啊。好了，捧我的吹牛逼的彩虹屁吹完了，进入实质话题。我想询问一个关于男人一生的难题：婚姻。本人34岁，小学毕业，小学后就移民到加拿大，富二代无疑啊，官二代或富二代无疑。小学后移民加拿大，家里曾是国内某省排名前几的房地产企业，虽9到10成以上已经被行情谦虚掉了，仍有微小基础啊。这是某一个省的前几名啊 ，top 几啊，那也是大企业啊，省级的。啊，9成功力已无啊，因为现在房地产行业不好，但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呀啊，自己在创业初期，现在34岁啊，处了1年半对象啊，女的她很好，加上家人期望啊，家人希望她肯定成家立业，早点生子啊，年龄因素啊，34岁了，考虑结婚，但是我很恐婚。我爸来加拿大投了几个朋友开发的项目，但他不在也不管，于是商学院毕业后。都是我自己来跟进主导操盘，从小耳濡目染大人们在国内做生意的样子，让我对商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入行以后呢，就经常参加很多国内知名商界大佬们的酒局，遍布在 Markham 和 Richmond 的每一个包间啊。Markham 和 Richmond 在多伦多吗？ Richmond Hill 是吧？ Markham 啊，不是温哥华的地名。发现其实这些生意酒局其实就是大家背着老婆一起出来和年轻妹妹开车、吃饭、吹牛逼、唱歌。作为晚辈，我这些从小长大我心里最崇拜并尊敬的企业家叔叔大佬们，给我这个年轻人最大的建议却是晚点结婚，最好别结。这就是这些大佬们还不成熟啊，跟你王叔建议你就是要结婚，要有家庭啊。家和万事兴啊！王叔当然也有不成熟的阶段。王叔刚有钱的时候，就是大概我生我大闺女之前，我觉得人生真理就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哎，这的人生真理，那是中年男人3大喜事。我嘴上不敢说，但是我心里认可这一点。我觉得他们说的没毛病。那因为这样就省得我当负心郎了，我老婆没了，真的是。所以，那你如果是我那个时候的境界，你问我，那王叔我应不应该结婚？我肯定告诉你，千万别结婚，你着什么急啊？到40岁、50岁以后，你依然是选18岁的，你现在你着什么急啊？今天我会告诉你，灵魂的契合非常重要。你选18岁的，你不会幸福的。括弧范增除外啊，或者那个杨振宁除外，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俗子啊，我们。男女之间的年龄差啊，不宜超过12岁啊，真的是不宜超过一轮啊，12岁就是我觉得就够意思了。你要到20岁左右的年龄差啊，你要20岁左右的年龄差的话呢，当然也行了啊，但是前提是，那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好了，这个给我晚点结婚，最好别结，但是最好结啊，晚点结婚可以啊，因为有20岁之后的年龄差，你就更好和谐，但是呢，最好结。为什么最好结啊？为什么结婚？我问你们，为什么结婚？回答我，回答不了是吧？结婚是一个生孩子的必要条件。没有婚姻，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不是父母俱全的孩子，一定会出问题，心理会出问题。
这几乎是不例外的。他对婚姻、对于世界、对于男女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啊，他的挑战性远远超过父母双全、家庭正常的男孩或者女孩啊，小孩啊。当然，15、16岁以后，17、18岁以后，你离婚无所谓啊，就是0到10岁啊，或者0到15岁啊，这个孩子他是需要一个比较和平的家庭的，尤其是要是父母双方离婚的过程中充满了暴力，充满了斗争啊，那孩子几乎是一定会恐婚啊，乱七八糟的啊，就是会对婚姻没有兴趣，甚至对孩子都没有兴趣。那么好了，为什么结婚？就告诉你，为了养孩子。如果你王叔告诉你们，如果不想生孩子，不要结婚啊。前提是如果你压根儿不想生孩子，不爱孩子，别生，那别结婚。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你啊，生孩子的乐趣，养大了孩子的乐趣远远超过挣钱。这是人最大的投资，或者最好玩的投资，比你任何一个项目都好。它还有陪伴啊，有奉献啊，还有一些教育，甚至还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些修剪啊、修理啊，在这个过程中对你的身心挑战是一种拔高。那么更重要的结婚的原因，我也说完了，必须结婚是因为必须给孩子在0到10岁这个过程一个健康的环境和土壤。好了，我再告诉你为什么必须结婚，必须有孩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不是孤单的，我们在这个前生前世累生累世都有一些冤亲债主，都有一些纠缠不休的灵魂。我们今生达到这个境界以后，你形成了自己家庭，你的这些善缘就会来，包括你的冤亲债主都会来啊。来了之后呢，你们在今天这个培养皿里面，就是你这个家庭里边，重新的修行，重新 reset 你们的关系。就是这一世的女儿很可能是上一世的妻子啊，这一世的儿子很可能是上一世的老公，或者这一世的老公，你两世以前还是夫妻。只不过你是男，他是女的，这辈子变成你是女，他是男的。总之就是，你要是具备了慧眼，开了天眼之后，你就知道，其实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一次 party， 一次老友重逢啊，一次我们认识了1000年、几百年的这些老灵魂，我们又一次玩了一个新游戏，又是这几个老哥们在一起，老姐们在一起，我们又在玩这样一场新的国家游戏，多好玩！如果你不结婚，就没这个机会了。形单影只的，你的那些因缘际会来的那些老哥们老姐们，他们也进不来。我操，他们也就是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其他地方玩了，明白吗？就是你开个局嘛，就是你开个电子盘嘛，就是大家一起玩嘛。好了，所以你不要恐婚啊。所以呢，看着他们每次出来玩，需要各种编理由攒积分。出来后又是那么真实的开心啊！虽然很多时候一晚上妹子的手都没碰到过一回，这深深的加剧了我对婚姻的恐惧啊！就是还是你那些叔叔大爷还都不成熟啊！就是我出去喝花酒，我们张教授从来都不管我啊，就是他知道我出去，就是什么他知道你这个东西，你就是你去应付一下，应付呗。那这还他妈编理由攒积分，然后出来之后还深深的开心。我们列治文就最好的就是喝花酒的地方，你看我去吗？我从来不去。为什么？因为我在这儿没有生意了，我不需要再应酬了。我自己不想去的，我觉得没有意思，真的是，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他，你去那儿摸他去什么玩意儿啊？你对不对？差着一代的，有代沟的，在那儿去尬聊尬亲，有意思吗？这几年酒局淡了啊，很多首富成了首富，因为回报率以及风险控制的原因。现在我们只投主流西人公司的项目，我的社交圈华人也少去，但当我与许多当地政商界人士混熟以后，我发现其实他们也是换汤不换药。听我讲过那个老白男，我们那个风险投资圈那个投行圈那些老白男的故事吧，跟中国男人一模一样，跟你那些中国叔叔伯伯是一样的，换老婆养小三儿，house number one，house number two，这都是一样的啊。House number one, house number two 不是我发明的，是老白男告诉我的这是我的 house number one 在 Los Angeles， 我 house number two 在 Phoenix，我的 house number one 我这2个孩子已经上班了，然后我 house number two 的孩子今年上4年级5年级这个2个一男一女，可高兴了也都一样的养小三儿
本质上还是背着老婆偷偷出来 happy。但你不熟的话，绝对看不出来那些西装革履的白色 gentleman 其实也没有特别 gentleman。我的结论是，有事业心的男人没有玩够了这一说，有玩够了一说。在这个刺激度很大的社会啊，离婚率就更别提了。我想很多年轻人也有恐婚的问题，我很 enjoy happy time， 但家庭的温暖无可替代，十分不愿意伤害我爱并爱我的妻子，又百般不想成为被束缚的可怜人。真实的男人一定要2选1吗？世界上是否有平衡这一切的大法？提前感谢大老王。真心话大冒险，答案非常简单，当然有。第一，晚点结婚啊，先把自己玩够了啊。这个你王叔一直秉持这个教育理念啊，就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你一定要玩够了啊！你一定要对各种尺寸的火箭，因为女儿就是你都得吃过见过，要不你他妈从来就没吃过方便面的货，然后你说我对满汉全席完全具备抵抗力，我可不行。所以你至少你得恋爱那么几次，或者说过了男人关或者女人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然后你才知道性和爱、肉体和感情之间的区别。这个时候你才能格外的珍惜感情、灵魂的 match， 而不是肉体啊。所以前提是别得艾滋病啊，在这个过程记着保护自己。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记住我的话，就是一定要玩够了，一定要多试几个女朋友，然后多试几次恋爱，几场恋爱，然后呢，你才能知道灵魂的 match， 性格和自己舒服有多重要。否则的话，开始你会迷恋于性爱，迷恋于肉体，那你就是出现那些叔叔们不成熟的一面了。那肉体总是年轻的好啊，那总是18岁的好，那你就等于是没完成那个切妹的过程，对于肉欲的切妹的过程。之后你才知道，原来少妇好啊，年轻不识货，错把少女当成宝。你意识到原来还是少妇好的时候就好办了，因为1直到50岁女生只要保养的好都是少妇状态。从25岁到50岁这25年的花期啊，那就足以支撑你一次稳定的婚姻。孩子长大了，你也老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开始玩一玩，你到34了，你差不多了，我觉得也。如果你现在还搞不定，我告诉你啊，那你现在的女朋友可能不是你老婆。为什么？你恐婚了吗？就很简单嘛。你的心当然知道答案，就是你不是因为爱情跟他在一起 ，maybe 你是因为性，我觉得性的可能性也不大 ，maybe 是因为门当户对，爸爸妈妈把你摁到那儿。总之，这个时候这种婚姻是不要的啊，不要，否则的话一定会跟你那些叔叔伯伯们一样的。哎呀，就结婚几年以后，他编理由出去跑啊，这个没有意思啊。既然家里边给你这么好的一个条件啊，你不用为了生存去折腰了，30多岁啊可以做一些投资这种高端局，那你不妨就追寻自己的心啊，找一个真正的爱你的女人和你爱的女人啊。那你这个时候你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你不想出去玩，你就是鼓励你出去玩，你都懒得出去玩，因为你俩很和谐，你干嘛要出去玩啊？就在家跳交谊舞都跳得挺累的，你出去跳什么玩意儿你不累啊？在家跳那个最高端的那个交谊舞最难的，你都他妈的过了瘾了，然后出去说咱们玩那种农村土地吧，你肯定说去。要是今天这场生意如果能挣10亿，我就去了，我豁出去了。如果不是，不去了，明白吗？这就是平衡点。所以不要伪装的幸福，没错，不要伪装的婚姻。如果你现在跟他处，你都觉得恐婚不快乐，那你就最好是真话很扎心啊，宁拆十桩婚，咱不修一座庙啊。为什么？省了你们再离婚啊。不好的婚姻不如没有婚姻啊。如果结错了，那你还不如不结啊，因为结错了之后全是伤害。所以你就找一个合适的，找一个你就觉得必须娶回家的，然后你跟他共同组织家庭，有这个冲动的才行，否则的话就别弄了啊。好嘞，离异带娃的小少妇能娶吗？当然能娶了，离异带一个小娃，这不是还买1送1吗？你占大便宜了。你一定要解放山河四省那种傻逼老农民的思想，你知道吧？你要有成吉思汗，有曹操的胸怀。就是小少妇带着过来，不是省了你生了吗？管你叫爹，我操，多爽啊！
你自己你生了养那么大多费劲啊，你知道吧？你要这养一个孩子，那比养个小狗，比养棵树那难多了。哎呀，这带着4、5岁小孩过来叫你爹来了，我操，你们多多益善。哎呀，太能娶了啊！你要做多尔衮吗？什么？老王东南亚合适移民吗？东南亚不适合移民，东南亚就是马来西亚槟城还行，其他地方都不太合适啊。来个便宜儿子多好，没错，就是啊，没那个胸怀，绝大部分人没有。他们这些人都是我执太强的 NPC。你首先啊，能悟透你是 NPC， 明白吧？悟透你是 NPC 是你成圣的第一步。你玩过电子游戏吗？一个战好，打立正，一个又是战好，都玩过电子游戏吗？玩电子游戏的时候会看到 NPC， 你如果玩电子游戏，你看到 NPC 的话，你加他一眼吗？你加他一眼吗？你是不是不加他一眼？因为你知道那个傻逼在那儿会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你就他是 NPC， 他的使命就是在那儿走来走去。上帝视角，人类就是这样，明白吧？所以带拖油瓶的小男娃、小少妇要跟这个小伙子结婚，这小伙子觉得这小少妇各种各样都好，但是他一定不能同意。为什么？因为 NPC 他就不能同意。NPC 就会认为这个好丢人啊，这不是一手货。哎 ，NPC 就拐弯走了。所以人家上帝命运之神加你都不带加你，你就是个傻逼，我操！你就傻逼应该做的，你果然就是那么做的。OK， 傻逼无疑，跳过，鉴定完毕，不用再看了。哎，你不按着他那个走，我操你！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大游戏，这个上帝就会看你一眼。我操，这个 NPC 怎么没在那个位置走啊？他怎么出来了？就咱这个房子，这个 NPC 不都在里边转的吗？这个货怎么出来了？我得看他一眼。只要上帝看了你一眼，你就赢了。听懂了吗？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是上帝，你看了 NPC 一眼，你已经赢了。那个 NPC 已经赢了。因为上帝根本不会看他们的。这个 NPC 理论我又得到了，对，就是老王这直播，就是偶尔给你冒出来一句，我操，一下子点醒你梦中人啊！一定不要按 NPC 的路子走，否则的话，你永远无法摆脱轮回。哎，你就是个傻逼，操！在那在那傻逼是在路口来回走，别干那事儿啊！ NPC 乱觉醒会被杀毒软件清理吗？有可能，看你干啥。你天天杀人去了，那他就来清理你了。你天天做好事他就不来清你了，他把你升级为杀毒软件了。啊，翟山鹰和你具体是啥关系？具体是我俩现在没关系，我们俩已经16年、17年没见了。我最后一次见翟山鹰是在丽思卡尔顿吃分手饭，请他喝了瓶茅台。他说他要辞职，不在建银国际干了。我说那咱哥俩在丽思卡尔顿吃顿饭。他说用不着那么贵吧，咱哥俩就不用装了。不是，我说我不是装，我说别的餐厅我觉得没有礼仪感，就是咱俩吃顿分手饭，必须在金融街丽思卡尔顿中餐厅，必须进包间。我操，就2人没办法，必须喝茅台，因为那会儿我也是没有什么好酒，只有飞天茅台，我给带一瓶飞天茅台。我说咱俩干上啊，你为什么辞职？他说为什么辞职？为什么辞职啊？我说那好，祝你一路顺风。就是最后一次，2007年或者08年，我忘了具体是哪一年，不是07年就是08年。你跟今天是2025年，18年以前，就是我18年没有见他了啊，18年没见他。老王写的来信一般多久能读到？2、3天我就会彻底的看一次啊。做个骂人集锦切片可以吧？可以，随便啊。NPC 说的是啥呀？就是 NPC 就是电子游戏里边那种角色啊，那就叫 NPC 啊，就是这个就是不是具有自主知识的啊，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就是在电脑里边被人设定好了的。比如说一个巡山的小妖怪，或者一个把门的
啊，就是电脑游戏里边把门的一个小妖啊，那就叫小时候打过魂斗罗嘛，哒哒哒哒，那个里边拿着个小枪跑出来，那就叫 NPC， 你知道他没有脑子，他是傻逼，我操，他过来，他 NPC， 你知道他过来，他就是拿着个枪过来冲过来打你的，然后你一跳，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你一跳，他能追你，他也不知道，他就往前打，那个就叫 NPC， 明白吧？玩过那个马里奥嘛？那个长出来的小蘑菇和爬过来的小乌龟都叫 NPC。谢谢您第一次看直播，很幸运遇到大王，您真是明白人。Kevin 林 ，Kevin 是上海人嘛？啊，上海人一般都叫 Kevin。上海人如果取英文名，男的很容易叫成 Kevin。骂人机应该把骂南京照相馆那放。教主，我要给你写第2封信了，体能提升干活。好，你写吧啊。NPC， 你别弄那些网上那些没用的东西啊，就是你要写就是你自己弄的啊，你自己的知识，你可千万别啊。温哥华有卖牛肉板面的吗？我不知道，我也不吃。翟也是个 NPC， 对，他是个 NPC， 确实是。对 ，BOSS 也是 NPC， 没错，那关尾的 BOSS 他也是 NPC， 没错啊。王叔看《一人之下》吗？什么玩意儿？《一人之下》不看，我都不知道。